没目睹过死亡的人总是对他格外好奇。前不久，一个有些惊悚的话题在网络上火了：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职业和死亡有关的人，在工作生涯中目睹过最诡异的事是什么？平日里和尸体打交道的人们，终有机会能够畅所欲言，因此话题下的评论自然五花八门。有人说，他的工作是负责清理尸体，给尸体穿上衣服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尸体会不断发出咕哝声，听着格外吓人。还有人说自己是运送尸体的工作者，曾经不止一次在运送的过程中听到尸体发出声音，就像是在哭泣哀嚎，甚至是尸体还会诡异的痉挛。这些和死者经常打交道的工作者为什么会听到尸体发出的声音？还有，太平间内明明都是失去了生命的死者，为什么还安排人进行看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尸体发出声音，虽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比较罕见，但是在太平间这种地方却是个常见的现象。因为人类在死亡后，肺部还残留着气体，这些气体因为受到体内细菌分解肠道气体，就会随着空气一起排出体外，在排出体外的过程就会牵动声带，从而发出类似叹息的声音。除了发声之外，尸体痉挛的现象其实也能用科学进行解释。21世纪曾经有法医在澳洲的一个农场放置了数百具尸体，他当然不是搞什么邪教仪式，而是借此来观察人体腐败过程，目的是系统整理尸体在不同情况下的腐烂速度，从而更好的断案。为了观察，法医制定了一个长达17个月的研究方案，用摄像机每隔30分钟对一具尸体拍摄照片。事后通过对比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尸体竟然会不断出现运动现象。这种运动现象并非完全随机，而是有着一定的规律，尤其是手臂的运动最明显。后来经过分析，法医得出结论，手臂运动是因为尸体在白骨化的过程中，韧带带动骨骼产生的现象。至于其他部位的运动，则是大脑指挥的效果。在人死后的数个小时内，大脑的运转不会停止，反而会更加频繁。这主要跟神经胶质有关。神经胶质细胞来自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，并由不产生电脉冲的非神经元细胞组成。它们的具体作用在于维持身体内部的平衡，并会在周围神经系统中形成髓磷脂，由此为神经元提供支持和保护。神经胶质细胞对人体有着重要作用，主要体现在神经元修复和发育、髓鞘形成以及神经传递方面。在人体死后，神经胶质还会不断的工作，尝试以此来修复死去的大脑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他们确实在试图复活主人，因此科学家将它称为僵尸细胞。只不过僵尸基因的这种努力大多都是以徒劳无功而告终。了解尸体的异样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太平间的奇怪现象。作为一个全是尸体的地方，这里为什么要有人看守呢？毕竟这里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其实太平间的看守人每天都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在2017年，俄罗斯的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去世后，在太平间躺了一晚上，但谁知道几个小时后她竟然复活了，还主动爬下床向医护人员求助。根据医院的死亡报告，这名老太太是因为手术失败，医生确认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后，才进行了死亡宣告。当老太太复活后，工作人员赶紧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其他同事。通过事后调查，众人才知道了老太太复活的原因，原来是工作人员疏忽大意。一般来说，心脏停止跳动的患者要观察2个小时后，才能被正式宣告死亡，送入太平间。然而，医护人员为了偷懒，只观察了半个小时，就将他匆匆送进去了。而老人在太平间躺了一会儿之后，僵尸细胞竟然成功地唤醒了生命体征，有了呼吸和意识，这才造成了一场起死回生的奇闻。无独有偶，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有发生。广东东莞某太平间的看守员何师傅就遇到过死人复活的现象。某天，何师傅进入殡仪馆准备工作时，恰巧吹了一阵风，吹落了盖在一位女性逝者身上的白布。何师傅弯腰捡起掉落地面的白布，打算重新给逝者盖上，却意外发现死者的肚子竟然在微微的上下起伏。他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了，就用手揉了揉眼睛，想仔细确认一下。没想到这次肚子起伏的比之前更明显了。原来这名逝者还有呼吸。情急之下，何师傅赶紧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殡仪馆的领导，领导也不敢耽搁，马上叫来救护车将逝者送去医院。
经过一番极力救治，这名逝者竟然真的死而复生，而且后来身体的恢复情况还相当不错。所以太平间有个看守人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除了及时拯救这些死而复生的幸运儿之外，因为人去世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，太平间需要一直有工作人员来执行遗体的登记核对工作。那些处于生命最后时刻的人，随时都可能向这个世界告别，即便是最专业的医生也无法给出具体的死亡时间，只能等着所有的仪器设备停止工作，并且再三确认之后，才能对家属宣告去世。再加上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，根本来不及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，所以人去世的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无法依靠人工或机器做出判断。尤其是在医院，每天因为各种原因住进来的病人有很多，所以不管哪个部门哪个科室都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，太平间也不例外。遗体送往太平间后，工作人员还需要认真核对死者的各项信息，并逐一进行登记。这既是对逝者和家属负责，同时也是医院对工作人员的职责要求，所以必须保证随时有人在这里值守。根据去世时间的不同，工作人员还需要定期对遗体进行杀菌消毒。将逝者送到太平间后，并不是把遗体装进冻库冷藏起来就结束了，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。每位逝者去世的时间和原因都不相同，尤其是那些因病去世的人。虽然在送往太平间之前，医护人员已经对遗体做了消毒杀菌的工作，但是其身上和体内的病菌并不会停止繁衍，甚至比之前的繁殖变质速度要更快。如果不定期给遗体消毒，可能会对冻库的环境造成影响，导致病菌滋生蔓延，影响其他寄存于此的遗体。所以工作人员要根据每一具遗体的去世时间，定期给遗体做消毒杀菌的工作。第三，就是防止不法分子对遗体进行破坏，保证逝者走得体面。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很低，但仍然不能排除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。如果太平间没有人值守，不法分子很可能就会钻空子，趁着没人注意就会偷偷溜进太平间里，对遗体做一些冒犯行为，甚至鞭尸泄愤。安排专人值守太平间，可以随时观察出入这里的人和及时处理这些异常情况，既是对逝者家属负责任，也是为了保证让逝者走得体面。以上3点就是太平间必须要有专人值守的原因。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事这个工作。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，对于死亡还是很忌讳的。太平间、墓地陵园、殡仪馆，一提到这些地方，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阴森恐怖，产生的都是负面消极的情绪。所以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，面对一些去世的人能够很从容坦荡。如果心理素质不太好，是不建议从事这个职业的。其次，看守太平间的人还要懂得基本的医疗知识。虽然去世的人不用像病人那样需要每天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，但是遗体存放在太平间仍然需要进行定期的消毒和杀菌。同时，看守者要观察遗体在存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异样变化，要是像何师傅那样遇到了死而复生的，甚至要进行急救。所以太平间的看守者除了强大的心理素质，对专业技能也有要求。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，这2方面最好都要具备，才能胜任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